仔细搜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昭和，把这包东西贴身藏好。娘，爹是被陷害的。没时间了，你们从后窗走。昭宁，护住你妹妹，别让你们被认出来。找到宋府夫人了，带走。姐，你弄这些脏东西做什么？官府抄家，府中所有下人都会被登记押解流放，我们逃不掉，只能换身份活命。哭可以，别哭出小姐样。爹娘要我们活，体面活不了，就先脏着、低着、喘着气活。记住，从现在起，我们不是宋府姑娘，是押往北京的最急下人。少说话，低着眼，别让差役记住你的脸。昭和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查清真相，为爹娘洗冤。怀英县到了，姐，我们是不是能歇下了？先听他们怎么安排。都站成行，报姓名、原籍、家中罪名，别挤到前面来。姐，他们会把我们送走吗？所幸我们逃出了京城，这里没人认识我们。先看册子怎么写。姓名、原籍，同行还剩几口？宋昭宁，这是舍妹宋昭和。宋怀章是我们堂叔，可怜我们父母早亡，让我们在宋府中做工。哼，罪臣女眷会做什么？织布、浆洗、熬粥，还是只会拿笔写字？若说会管宴席，在这地方只会招人盯上；若说什么都不会，明日就被拆开送进苦役房。10几个字，会算数，也懂些粗粮造火。去那边留书吏处听分配。下一个，罪及女眷有2条路：其一，入官营作坊、织造、浆洗、造诣各厅缺口调拨；其二，由本地良户担保，暂入户小役或结亲，3年内不得私离怀养。未满婚配者，若无人担保，姐妹亲族也不保同房。大人，若我们不愿分开，那就自己找担保人，3日之内没人签押，你去造诣棚，他去织造坊，各听各命。我们想一想。去旁边想，想完再来领牌，别挡后头的人。娘留下的厨艺，此刻换不来清白。既然规矩要把我们拆开，我就从规矩缝里争一条路。昭和，你听我讲，咱们留，但咱俩不能散。既然他们看担保，好，我们找人担保，可必须是同一户，要留就同门，要分就另想法子。姐，你是说？对，我们去跟宝梅说，必须把我们2人一并担下，做厨娘、帮佣，后头结亲都行。总之不能隔2道门。好，姐姐，要留一起留，要走也一起走。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了。民女姐妹愿留在怀宁，但求同户担保。罪及女眷要找人担保，去问周宝梅，她替各村跑名册。哼，哪来的2只灰脸小雀？民女宋昭宁，16岁，这是舍妹宋昭和，也是16。双生姐妹，暂寄女眷棚。若有缺人户，我会递话。周婶，民女有一事相求，我们姐妹愿同户做工或同门结亲，只求住在一处，互相照应。若不能应许，我们宁愿按罪级排，另想活法。求周婶替我们记这一条。胡闹！单罪级已经犯忌讳，还想挑门户？罢了，我给你们记上。可丑话说前头，能不能碰上这样的人家，全凭命。等上几天没人肯接，你们别哭着怪我。先去丁字棚等着。唉，一个穷书生，一个野小子，咱家这2个儿子，什么时候才有人肯进本门楣哟？这丁字棚的汤清的能照出人影，再等下去，不等担保人出现，我们先被西北风刮成2张纸。宋昭宁、宋昭和在不在？民女在。收拾东西跟我走。周宝梅今日带你们去南坡村顾家相看。
顾家嫂子，人我给你带来了。来了就好。周妹子进屋暖暖脚。他爹，给周姑娘倒碗热水，家里寒酸，别怠慢客人。无妨，顾家老哥，前头情况我说过了，她们是京城来的宋氏姐妹，今年16，愿意落户，但有一条死条件。顾叔顾婶，民女宋昭宁，这是舍妹昭和。宋家遭案，我姐妹一路相依至此，曾在母亲灵前立誓，此生不相弃。若论担保婚嫁，我们别无所求，只求入同一户门下，能在一处活命。邢川，快见过周婶和宋姑娘，快让燕之也出来见见。穷书生，不，这人看似家境虽穷，但骨子可不软。周妹子，这便是我家2个儿郎，燕之22，读书抄书，贴补家用；邢川18，跟武馆跑腿学拳，人勤快，就是家底薄。宋家姑娘，顾家是什么光景，你们也瞧清了。你们的条件，顾家老哥嫂子怎么说？2个姑娘一同担保，实在不是小事。庄户人过日子图安稳，一下子接2名罪籍女眷，这爹娘，我看能成。咱家我跟兄长也离不开这个家，哥白天教书，燕也抄书，我去武馆跑镖也是为这个家。若只接1个，姐妹散了，心不安；若2个都来，他们有伴儿，也能帮娘撑灶撑账，我觉得不坏。星川，别把担责说得这样轻，我没轻看。哥，你难道真想一直把程家往后拖？他们不嫌咱家穷，还肯一起干活，我看就是缘分。周妹子，若2位姑娘不嫌顾家清苦，不嫌燕之未重，邢川未立业，愿意踏实过日子，我们没意见。只是一下担2个，这礼钱不求厚，民女姐妹只求一张能睡的炕，一口不分开的饭。你们可想清楚了，进了顾家，也许一辈子都要听人说罪臣女配穷门第，日子未必比作坊轻。我们一路看过生死，知道活命不易，能同亲人守在一扇门里，有灶火，有活干，已是天大的福分。姐，那处小院会是咱们的落脚处吗？那兄弟俩好像不是坏人。宋昭宁、宋昭和，你2人可自愿入顾氏兄弟名下担保结亲？民女甘愿。民女甘愿。宋家姑娘，上车吧，礼从简，时辰不能误。顾家这回胆子大，担罪籍，还一担担2个。跨火盆，去晦气，往后进门过日子。先拜天地，再拜高堂。2对新人互拜。吃吧，往后就是一家人。你和大嫂都多吃些，路上瘦得厉害。多谢。睡吧。这比流放路上遇见插一盘茶还难熬，我是该闭眼装睡，还是该先开口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别怕，我夜里可能会说梦话，若吵着你，你就叫我闭嘴。轻点儿，先去灶间看看有什么能做。昭宁、昭和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娘，我们想早点做些事。是啊，娘，我们来烧做早饭。今早煮南瓜4米糊，再烙几张野菜饼，缸里还有点豆面，掺进去顶饿。
娘，我来切，我来揉面。刀慢些，别伤手。面干了就添热水，别一下倒多。今天这糊糊稠，南瓜甜味也出来了。大嫂和小何哥做的真香，比娘做的还……咱家看着穷，可顾燕之抄书教蒙童的钱，顾行川跑腿练武攒下的钱，我和你娘一文没乱花。原想着给2个小子起间屋，如今你们来了，这小院更该立起来。爹娘、夫君、行川，家里有什么活尽管吩咐，我和昭和定会尽心。对，我们能烧火，能递料，也能记饭账。好，既然定了，就赶紧动。老头子去喊人整地基，昭宁、昭和跟我清点凉菜，公饭不能糊弄。起灶屋是好事啊，顾家攒的土坯总算能见天了。是，趁天还晴，把大架子先立起来。喊人这事儿交给我，我去叫几个壮实的。我也来，管顿热饭就行。李正和熟人都应了，人手够。这2日先把地基找平。先把灶屋架起来，能做饭，能放粮。细处等冬前再慢慢补。地基在建了，若家里附近那边山坡有野葱和栗树，我们还能做菜卷、栗饼，像娘以前做粥棚那样让人吃饱。好像真能行。咱们先把家里的活做熟，以后再是新吃食。男丁在外头出力，我们也不歇着。菜洗好了，你们就帮我取把那点腊肉下来。今天咱们吃顿好的。东南角再收半寸，石头压稳，往沟槽里落。哟，饭来了！顾家的公饭香得勾人啊！胭脂媳妇儿和行川媳妇儿辛苦了，这饭做的实在。谢谢大嫂。瞧见没？那边是野林坡，有时能找到兔洞，拿去镇上客栈也值钱，就是不好套。娘，等野葱长旺了，您带我们来吧，我们能做葱油饼，也能腌小菜，到时让您尝尝。好啊，娘等着见识你们灶上的本事。山里的东西会变着吃，才叫过日子。姐，娘，快来看这边，是野栗，个头还好，没被虫钻。拿布套和麻袋，快捡，小心扎手。够了，余下的给林中鸟兽留着熬冬，别一次剪绝。做人别把福气踩尽。今天带不动了，明日天好，我让行川陪你们往林坡里再看看。他眼尖腿快，我放心。真的，谢谢娘。姐，明日要是真有更好的山货呢？嘘，先听娘的，别声张。大嫂、小何回来了，嚯，搂得沉成这样！快过来搭把手。这分量可不轻，野栗这么多，个头还真大。昭和这丫头眼睛尖，发现一棵老野李树，足足装了3袋。若不是肩上吃不住，还能再装些。这可是好东西，今年冬天不愁没甜口了。娘说能烤着吃，煮粥掺面，炖鸡都行。你们后院那边怎么样？灶屋整理到哪一步了？你们后院那边怎么样啊？灶屋整理到哪一步了呢？娘，灶屋就差哥哥做的门板喽，泥墙抹得平平整整的，火塘试烧过，大架子立稳了。明日我想用碎石铺条小路。灶屋快好了，行川，明日你先别铺土，带你大嫂和小何去林坡转转，找些嫩野葱哟。运气好，说不定还能摸到兔洞，那东西金贵的很呐。兔我熟得很呀，交给我准没错。还有杨杜鹃呢。你个傻小子，净想美事哟。杨杜鹃那是碰运气的宝呢。门板做好了，下午就能装。明日我也跟着去，顺路砍几根细木。灶屋要搭架子，晒菜的簸箕也能用呢。燕之一起去最好了，他认路稳当，我更放心喽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这里能长好多好多野葱呀！你们就在近处找，别走远了。我和行川先去砍几个合用的细木呢。
哥，2根够不够用啊？再取1根吧，造屋要搭入屋架呢。这撮叶心正鲜着呢，肯定香香的呀。昭和，快过来呀！姐，我们是不是撞见宝贝了？娘说可遇不可求的山蕨，竟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一窝呢。姐，万一旁边还有更多呢？好呀，先去跟他们说一声，别叫他们悬心。嫂子，你们发现了什么？胭脂、行舟，你们看，真是羊肚菌！嫂子，你们这回真撞上好时遇，这可比普通山菜贵重。羊肚菌要轻拿，行川说的对，再仔细找找，都挨着我走，别散开。这边还有兔子的爪印。差不多了，收获已经超出预料，扛木回去。下回咱们多带竹筐，那边土坡看着能长不少山菌，多采些换秦粮，日子更宽裕。这个家真好，只要一起下力，往后的造物一定会越来越旺。娘，全靠大嫂和小何细心，收获满满。那片林间常有野兔，下午再上山多采些菌。这俩孩子眼尖又稳当，是咱家的福气。午后我陪你们再走一趟。下午我在家破木做架子，等门板装好，造屋差不多就能用了。顾嫂子，这是又上山啊？上午收成不错吧？去林坡转转，挖几把野葱。2个新来的丫头想换换口。娘，昭和，快来这边。少说也有2、3斤，剪干净，用宽叶盖严。回去要是碰见人，就说挖了野葱。这片地方以后悄悄来，日头偏了，先回家。偏的话，回家闭门再讲。娘、嫂子、小何，你们看，我还寻到不少稀罕山货。好家伙，2只野兔！是啊，行川抓来的。兔子肥，肉能留着做菜，皮也别浪费。老的切碎晒干，嫩的拿盐压住，等冬日没菜时，熬一锅酸鲜汤，就能多添2碗饭。娘教过我一道酸笋菌汤，若再配一点猪骨，连粗面都能吃出滋味。大嫂，你这坛子一封，我都觉得过年有盼头了。你们家这2个食盒是燕之做的，我家闺女下月添菜，正缺能装点心的体面物件，是燕之昨晚收的尾。原是想给小院装熟食，婶子若看得上，就当她先去办喜事。我们家不敢把旧东西吹成新货，可是手上活地干净，木头也晒足了日子，装糕、装饼、装腌菜都稳。赵婶先坐，我给您倒碗热水。姐姐刚煮过笋，灶上还有热气，您喝水再慢慢看盒子。若要垫油纸，我这就裁。这盒子能隔开干湿。若要装糕，我再给婶子裁2张油纸垫底，免得点心沾木味。水不急，我先看看这个，盖子严，边角也顺，拿去送礼不丢人。松木和新做要220文1只，这2只是我给家里备的装熟食的，用过油布垫过。若婶子不嫌，2个380文。380不算黑心，镇上粗糙的还敢要400多。成，我拿了，闺女知道准高兴。婶子若回去觉得提绳磨手，下回拿来，我给您缠一圈布边，不收钱。原来这个家不是只有熬日子的苦，木头能换钱，山货能入味，灶上的烟也能慢慢熏出一条生路。娘，这食盒真好看，盖上没有一丝缝，装糕点肯定不串味，打磨的细，提绳也扎得牢。顾家那个清瘦书生还有这手艺，380文拿下2个。人家新媳妇儿也勤快，院里一摊山货收拾得清清爽爽。顾嫂子还送我1碗野葱。后院那2间屋和灶房收拾得差不多了，明日你们就搬过去，离得近，锅灶分开，心里也有个自己的门槛。人住在一处要亲，账也要明。亲兄弟亲妯娌，越是穷家，越不能让糊涂账磨出嫌隙。娘这是嫌我们兄弟在堂屋碍眼，急着把人往小院撵。不过撵得好，小院离灶近，我夜里饿了还能闻着熬汤的味儿做梦。不是撵，是让你们学着撑门面，免得一家人散了心。以后外头进的钱4成入宫中，正成留你们小家，
付税人情，修屋买大件，从宫中走。至于我和你爹，眼下还不用你们养。小家要添锅添碗，买料试菜，自己商量。但账目美训给我看一回，不是查你们，是怕年轻人一高兴把本钱花散。这里4两碎银，算你们小院起造的底钱。大嫂会算账，我媳妇儿也不能差。昭和，这袋子你收着，别让我3天花完。我从前连自己的月钱都没握过，那时候银钱从账房进出，轮不到我问一句。没想到落到怀宁，反倒有人肯把钱袋放进我手里，让我学着替一个家打算。爹娘，这份信任我和昭和记下了，往后灶上账上家里家外我们都会尽心。我们不敢说立刻让这个家富起来，但每一把米，每一文钱，每一坛菜，我们都会记清楚，用稳当，不让小院成拖累。我也会学，不会让大家失望。罪及女眷，连去处都要别人担保。可这一刻，顾家却把钱袋和钥匙一并放到我们面前，那不是施舍，而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，从今往后灶房里冒出的烟，账纸上落下的数，都算我们一份。先吃早饭，吃完再搬，东西不多，都是能撑日子的。你们小两口别嫌旧。娘这是连柴火都替我们码好了，看来是真怕我饿着媳妇儿。爹娘不是怕你饿，是怕心愿第一天冷清。这些菜根和红薯先放窖里，别见太多风。盐菜坛子靠墙，省得碰翻。冬日口粮不能只看眼前，哪怕每天多留一把，岳母也能少慌一分。明白？咱们这是给肚子修库房，我负责守门。这是娘昨夜改的，她说你们路上受过寒，灶房再忙也得先把身子护住。娘连袖口都给我们收小了。这可不是衣裳，是顾家冬日护身甲，穿上谁也动不倒。好，那我们就披甲开灶。屋子能住，灶也能点，但真正要做诗时，还缺刀板、油盐、坛罐和几样能压味的调料。先问清米、面、油盐的价，再看剩多少钱买肉骨。吃时要卖得出去，底味不能太薄。明日天不亮就出门，先买要紧的，剩下能缓的缓。那就早睡，明日谁赖床，谁少吃一张饼。即使人挤人，去晚了好油脂好骨头都被挑走，咱们穷归归穷，眼疾手快不能输。你说这话，最该怕的是你自己。明日我先盯着你起床。从前我看娘写宴席单，只觉得是富贵人家的体面，如今一张小小采账单，却像我们在怀宁站稳的第一根桩。它不华丽，写的全是油盐米面、坛罐柴火，却比任何锦绣菜单都更贴近活命。哟，顾家这是要大采买，新院一开灶，日子就热闹了。缺什么补什么，买回来能下锅的才算正经物件。饿不？先买碗豆花垫一口。先把大件买完，手里有数再吃。那先买油，没有油，大嫂再会做也巧妇难为空锅。掌柜，猪板油给我们称10斤，碎标也算上，但别掺坏的。10斤150文，边角我给你们拢进去。150文，够普通人买好几日粗粮。可没有这锅油，饼不香，汤不厚，小食也立不起来。这些骨头怎么卖？若便宜，我一并带些熬汤。3文一堆，肉少，胜在有味儿。要了，熬一锅汤，骨头也得服气自己有用。这些薯块冻伤了脚，价钱得让一点。小娘子眼尖，行，少你们10文。红薯耐放，蒸烤、煮粥都能顶肚子，多买2筐。小娘子买的杂，是新力灶吧？家里人多，先把锅底安稳，别的慢慢添。差不多了，先找地方吃点热的，再回去。原来这就是脚踏实地的、活生生的新生活。买的时候只觉得心疼钱，搬回来才知道心疼胳膊。胳膊疼，说明家底正在长，明天我还能再疼一次。今晚先把猪油熬出来，油渣别浪费，剁进馅里，包一顿暖灶饺子。油炸饺子？那我去请爹娘，顺便告诉他们新灶开张，迟到没有了。先别嚷嚷，馅儿还没调，叫他们来吃热的，也算谢谢他们替我们备小院儿。娘还给了2只鸡，1只鸭，说先养着，
下蛋给我们补身子。那大嫂这锅就更要大显身手了，我负责把柴烧的听话。这馅儿不见多少肉，却香得踏实，油渣被你调活了。若拿去集上卖热饺，穷人舍不得买肉，也舍得为这一口香掏2文。汤底也鲜，骨头没白买，以后忙时有这一碗就能顶半日力气。鸡鸭先养在后圈，等开春下蛋。行川明日起照旧批竹，验制作食盒，东篱手不能停。还有你爹前些年留下的旧膏印、木勺和小面香，能修就修。昭宁、昭和做吃时可以先事先耐放的小货。娘，县里可有收干菜、酱料或点心的铺子？你们真会这些。我娘从前管过府里节令席，病中还把方子写给我们，粗粮糕、菌酱、腌菜、汤地，她都教过姐姐。娘说富贵席面有富贵做法，穷锅灶也有穷锅灶的活路，关键是别糟蹋食材，也别糟蹋肯吃苦的人。县里有2家食铺，一家给脚夫做热面，一家给客栈送点心。东西若做得稳，不愁找不到问价的门。可你们记住，头回去别把话说满，先拿小样给人尝，价钱宁可少赚，也要让掌柜知道你们守时、干净，味道不飘。娘留下的不是体面，是让我们饿不死、站得住的本事。以后我们把这些方子做出来，也算没让娘白教。那本石律从流放路上陪我们到顾家小院，原来娘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口饭，还有重头活过的底气。我从前只觉得竹子能打人，现在才知道它还能装饼，真是委屈它多年。嫩叶做馅儿，老叶晒干磨碎，往杂面里一揉，颜色好看，味道也不寡。等我们有了摊子，就让人先闻到香味儿，再看见价钱。食盒做得慢，先把这些小包排在架上，晾得齐整，看着也像正经货。这些边角料别扔，能不能磨成小勺、小高签，或刻几个浅花印？能做，但不算精细手艺。小勺、高签、压饼印都可是，胜在不费大料。那我们就分3样：木勺、高签、竹篮、干菜酱包。赶集先不求赚大钱，只看人愿不愿挺讲。若有人问味道，我们就让他闻；若有人嫌贵，就给他看分量；若有人只看不买，也算知道哪样最招眼。今晚我把边角料修出来，你们试味道。行川边篮，若明日市价合适，再添几只小坛和油纸，往后每回赶集都能带一批。小件虽不起眼，却能先替我们踏出哪条路有人走。我这双手今晚要是会说话，肯定求我让他们睡觉。等卖出钱，他们会感谢你，到时候给你的手买1小罐油膏，让他们知道熬夜也有回报。冬夜长，灯油少，可我们每多做出1只篮、1包酱、1枚高签，小院就离真正能养人的灶火近一步。你们这是把小院搬去集上？娘，今日不止买东西，也试着卖几样，卖不掉就带回来自己用，不亏。老机灵，行，今日我看你们怎么卖。那些碎布能包坛口，也能酱包垫底。掌柜，这些碎布若不用，可否便宜些卖给我们？都是裁衣剩下的边角，不值几个钱。你们买了线和纸，这筐碎布送你们半筐，别挑太久。多谢掌柜，晚后若做出整齐包布，还来您这里买料。这小包怎么卖？3文1包，能拌粥也能熬汤。今日头回摆，若味道不合，下回我给您换。我们不怕您挑，只怕您不说。做实事得听吃的人怎么讲。卖出去多少了？酱包10几包，竹篮5只，小勺也走了几枚。别慌，钱数记清，比卖得快更要紧。从前去集市，只想着少花1文是1文，今日才知道，原来顾家的路也能被包酱几只篮子慢慢走宽。他们把山里的碎味道包成货，把我手里的边角木磨成小物，也把我原本只盯着书卷和贫困的眼界，悄悄往外推开了1寸。木勺、高签和2只小食盒共计105文，竹篮、竹杯55文。娘，我嗓子都快喊成破锣了。酱包和干菜包68文，扣掉今日买油纸和线，还能剩一些。家中公用开支单独存好，各家自攒的私债也分开记账。照这般光景，年底还能多存下一笔积蓄，买猪仔，来年有猪，灶上就不只靠天赏山货了。娘，猪仔竹篮说买就买啊，一头猪仔抵得上多少竹篮？宫中紧一紧，也不是全无可能。我还想把村西那2亩荒地问下来，
头2年费力税轻，种豆种菜都能给猪和灶房添口。若有余地，再种些能入酱的辣和蒜苗，省得样样靠买。荒地没人种，是因为土薄还是水远？都有，要开出来得费大力。但若真成了，往后菜、豆薯都有根，不用样样去集上买，力气活算我一份。只要以后有肉吃，我能跟荒地打到天黑。你先把明日的竹篾劈完，再跟荒地较劲。姐，这些布边不止扎酱包，还能做小记号。辣的用红边，菌香用青边，客人一眼就分得清。好，再写上价钱，省得集上人多时说乱。白日洗菜熬酱，夜里又缝包，手容易裂。这个是用骨油和艾草熬的，睡前抹一点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熬骨汤那只留下的油不多，够你们先用。小何，你用我这个装针线，免得你总被针扎。虽然丑，但结实。不丑，很好用。忙了大半日，先吃几颗栗子垫垫，别整日只顾着忙活吃食，自己反倒空着口腹。谢谢娘，娘来的正好。您替我们看看，这些包的可像能卖的样子。齐整，比上回更像摊上正经货。只是夜里别太熬，眼坏了手坏了，赚再多钱也补不回来。我们打算做会儿活就歇一歇。青边3文，红边4文，辣酱耗饭油料，所以贵些。客人整篮购买便送高签，口味不合我们及时改良，不能单凭自己喜好定味道。价不虚，也不贱卖自己手艺。下回赶集，我坐在摊前帮你们压阵。有人嫌贵，我替你们挡；有人心想买，你们就好好讲味道和吃法。娘也去，我去。你们年轻脸薄，有些话我这个老脸皮来说更合适。老伯，我们在您摊边站半席，不挡客人。若卖出热汤包，给您送1包下粥。别堵路，别吵得客人嫌烦，摆吧。这回有价有牌，比上次顺眼。娘，我们去东街食铺问问，若能收是货，回来就帮着卖。去吧，账带我看着。行川，嘴甜可以，价钱别甜没了。娘放心，我只填人，不填价。咸度稳，香味也厚，料碎了些。碎料入面汤正好，客人看不见形，却能吃出鲜。若掌柜愿试，先少收几包，卖得动，我们再按您要的味道调。这个呢？野粒磨粉，加少量粗面蒸成，凉了不硬，脚风带路上也能顶饿。东西有心，今日我先给176文，若客人说好，下次你们提前送来。丑话说前头，食铺讲究稳，今日咸淡好，明日也得一样，一共155文，少不了。香料今年贵，谁家都喊疼。姐，刚进的钱还没捂上，舍不得调料就做不出回头客。今日花出去，是为了下回有人再来买。这些边角加下水，打包给个实价。130文，已经是收摊价。肠子要洗半日，猪头还少半边耳，给你120文，我全拿走，省你挑回家。成，拿走拿走。娘，这些真能做成吃的？会做的人眼里，这叫便宜肉味；不会做的人才嫌它脏。娘、大嫂、小何，我们卖完了，酱包也没剩，竹篮还被人预定了3只。先回家，今晚把账和料都理清楚。先喝口热的，再算账。钱能等，人冻坏了不值当。爹，今日小货基本清空，茶摊老伯还问下次有没有辣酱。别光说热闹，数目落纸上。行川那边竹篮竹杯多少？55文，另有3只预定，还没收钱。木石和小勺高签共105文，木料多是边角，人工先不另算。酱包和干菜包68文，东街食铺试货176文，但食铺要的急，下回得提前1夜泡料，坛子也要多备2只。今日进账404文，杂货调料花155，猪头下水120，油纸现成另记小账。食铺那笔看着多，但下回要补料，不能全当赚。香料和桃杆得从本钱里扣。老宁说的对。手里有钱时更要分清，利润不能乱藏，公和家都要活，买卖才能越滚越稳。你们年轻，有冲劲是好事。年前年货也得备，现金没看着多，可你们买回来的调料、肉料、桃坛都是灶上的本钱。做买卖最怕只盯着钱袋鼓不鼓，真正要紧的是锅里能不能续味儿，摊上能不能续货，客人下回还能不能找着你们。那猪头算盆钱，明天能不能先让我闻闻？你闻归闻，别把娘砍价砍回来的便宜闻没了。还有一件事。
今日集上有人问春笋15文一斤，嫩得更抢手。明日天晴，全家进山找笋，山里东西笋见露头就得认准，挖晚了老，挖早了伤根。咱们既要赚钱，也不能把来年的路断了。山路洞滑，我带绳和镐，行川背筐。昭宁、昭哈只在近处看笋颠，别往深处走。若能挖到冬笋、酸笋、笋干、笋汤底都能续上，食铺那边也能多一个样。冬笋鲜，价也硬，若处理得好，不必等开春，小院就能在里买猪仔的钱。从一枚铜钱到一只陶坛，从一包军酱到一袋下水，我们终于不再只是被安置的人。顾家的灶火开始有了自己的账本，账本薄得很，却清清楚楚写着谁出了力，钱往哪儿去，明日还要做什么。这比任何空口承诺都更像家。别散太远，听得见招呼就行。笋间藏得浅，镐头别下太狠了。这里有东西，是冬笋，正嫩。真挖到了！这片竹林今日归我定。这些别动，留着养猪。山不能一次掏空。这筐18斤，这捆15斤半，背篓里22斤。按城里价，这堆东西能不能换1两银子？代客不算，净笋会少。若分成鲜麦、晒干、腌酸笋，钱能留得更稳。先别光想着钱，院角埋干沙，一层笋一层沙，明日挑嫩的试菜。这味道若做成汤料包，城里人肯定爱。明日留几颗嫩笋，我是酸笋菌汤。若掌柜肯收，春钱的本钱就有着落。挖到嫩的放左篓，伤了皮的放右篓，别混。我现在看见竹叶都眼晕。可它会变钱。山要些，咱们算算总数。第一日100斤，第二日110斤，第三日80斤，今早零散5斤，295斤。据可折一折，净笋也有200多斤。鲜笋一部分进城，一部分腌酸笋，一部分晒干，明日备车送同盛。我把最嫩的做成酸笋菌汤小样，掌柜尝了才好谈价。适合我来修盐，路上不能漏味。筐来捆，少1颗都算我输。明日这车货若成，顾家的春天就提前来了。我们有固定菜贩，散户货不收，洗没洗净，明日还有没有？谁担这个险？您看都没细看。不用看，规矩就是规矩。走，货好，不收一扇门。老哥，寻常菜我不缺，若是稀罕时令，倒能看看。冬笋今早从沙里起，竹笋背阴晾的，汤料是我嫂子配的，掌柜可让后厨试一碗。啊，涮身慰味。酸的行口，菌香压得住，冬笋也嫩。你们这货有多少？鲜笋280斤，竹笋3斤，另有兔肉和熏干。鲜笋4两2盐，竹笋600文，兔肉熏干410文，共5两银子又10文。多谢掌柜。这包不算钱，您拿去吊汤。往后春笋、香椿、荠菜，我们先往您这儿送。会做买卖，下回有新鲜春货，先来找我。爹，5两啊！我刚才差点在掌柜面前笑出声。钱进袋才算钱，回家再笑。娘，卖光了，掌柜还说春货也要。真的都卖了？都在这儿，想着呢。关门。5两银子又10文，全卖了。粮季没收，同盛收了。掌柜还认了酸笋菌汤料。嫂子的汤料一出手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，笋是全家挖的，货也是爹和邢川送成的。按规矩分，宫中留2两5骸，燕之一房、邢川一房各1两2毫5分。哭什么？这是你们凭本事挣的，拿稳。娘，我以后也想学着去认掌柜谈价钱。
好，下回让你去。今日年前最后一场大集，货多人也多，钱袋别离手。车轴上过油，箱子也捆牢了。青边菌香，红边酸辣，别拿混。放心，我嗓子也备好了。你嗓子值几文？喊得好，能多卖一篮。这里地段不错，路过的人也看得见。宁昭和，你们先去同盛，把上回失货钱结了，摊子我看着。宋娘子来了，上回的菌酱和栗粉糕，客人说能下饭，也能带路上吃。今日带了酸笋干菜包，耐放，泡热汤就能吃。这个适合赶路人。上回货钱，菌酱20包，栗粉糕2盒，试包一共530文。掌柜，下回若要干菜包，我们按10包一捆送，您后厨也好抵数。小姑娘会算，成，下回就按捆收。拌热粥、夹馍都行，过年油腻，添一口酸辣，正开胃。买酱包送高签，过年孩子吃糕不沾手。收摊前再卖半克，剩的带回去自家过年。爷，今天的钱比上回还沉，沉才好，回去一文一文心数清。我嗓子也得算成本。那就给你寄一碗热汤。来，个人报账，我和昭和在同盛结了530文。530？小包比我喊半日还值钱。木勺、高签、10盒，共210文。竹篮、竹杯和搭售小货180元，另有零散95文。先别笑，成本也要扣，油脂、粗盐、香料花了245文。账核完再夸。今日红火，明日还得补货。娘，若延后缴付复工，同盛那里还能接一批。530、210、180，再加零散95，一共1015文。一天1两多。今日是年集，人流不能当平常，红火要记，风险也要记。燕芷说的对，昭宁，食铺那边还说了什么？掌柜说年后缴付复工，耐放酱包和粗粮糕会好卖。我和昭和买了油脂、粗盐、花椒和豆酱，花245文。有件事我和你爹定了，明年开春犁地挑粪、翻荒这些重活，你们姐妹不下。娘，我们能干，我们不怕苦，不是让你们闲着。调味、包货、记账、管鸡鸭、看灶火，哪一项不费手？地里重活有我们和他们兄弟，细活也得有人稳住。你们做出的东西能卖长钱，比多刨2垄地更要紧。我这手都不敢碰昭和的高模，真碰了，一准毁花。细活也不是轻活，账若少记一笔，货若错包一捆，赔的未必比地里少。那我以后把每种包边颜色也记上，省得客人拿错位。这才叫把买卖做细。还有一件，春播后，我想让你爹去问村西荒坡，土薄些，税轻，开出来能种豆、辣椒、葱蒜。若能种辣椒和蒜，咱们酱料就不用样样去集上买。荒坡费力，但能接水沟，未必不能养起来。那就定了。年后先问地，买地归买地，宫中不能掏空。年后还要备种、修除、添坛子。坛子先不买大批，我们用旧坛试3种酱，哪种卖得动再添。不贪快，先试味，这话稳。那我呢？我总不能只负责嗓子和锄头。你负责把货送到，别把酸笋汤料颠成酸笋泥。成，我连路上的坑都替他记着。造房要有根，顾家的摊子才能长久。村西挨水沟那片缓坡，没人愿意开，4两银子14亩。土薄有土薄的办法，能匀水就能养。等过正月办下红气，再告诉他们，给他们一个实在的盼头。红气盖印了，14亩坡地，燕支7亩，行川7亩。好，先收着，除夕夜再说。今日蒸这么多白面膜，吃得完吗？年膜就要多。吃不完，切片烤干，赶集路上垫肚子。我就闻闻，白面膜这么香，我鼻子先过年不行吗？你鼻子过年，手也别偷。今年是顾家重新站起来的第1年，旁的话不说，都在这碗里。
娘，这是村西14亩坡地，红契办下来了。都站远些。14亩地，明年咱们真要忙疯了，忙得明白就不怕。明年我们把坡地种出味道来。娘，明日春播到底怎么种？您给个章程。进屋说，种子、地、猪圈一样也不能乱，就地稳着来，细粮少种些，红薯、玉米多种些，先饱肚子。黄豆也得种，磨豆浆、做豆腐、喂猪都用得上。年前我总往里镇和衙门跑，试问荒坡。爹，你真买了？14亩，燕之7亩，行川7亩，官府盖印。爹，怎么写我和行川？这该写您名下。你们成了家，就要学着顶门立户，地在你们名下，往后怎么种、怎么养、怎么供造房，你们自己更上心。昭宁、昭和，这地也是你们两房的根基，不是让你们记在顾家，是让你们和顾家一起往土里扎根。娘，我们记住了。昭和，你嘴甜，心也细，往后赶集小账你记，回来交给燕之和，错了不怕，怕的是不敢碰。我记。你来记哪片种豆，哪片种葱蒜，往后造房听你的账。东边若能引水，种葱蒜；高坡种豆，靠路那几垄是辣椒。红薯也要留，人吃猪也吃。荒坡头1年别想着样样成，先让土活起来。那豆子和红薯轮着种，菜叶进猪圈，猪粪还地。听着像一张网，日子本来就得这样算，一头接一头，才不漏。我负责开地，14亩而已，开完我还能吃3碗饭。你先开完再吹。明日先春播，忙完湿地，全家去开荒。摸过了就记住，这不是天上掉的，是一文一文攒出来的，往后也得一锄一锄守住。谁也不许把这地当白来的福气，地气只是开始，能不能养活人，要看你们怎么经营。今日我和招行去后山，采了头茬蘑菇，也挖了嫩笋。春山第一口鲜，喝着人都松快。娘，春笋冒的密，咱们是晒笋干，还是挑好的送城里试驾？若多，趁青黄不接，食铺肯收。村里都忙春播，咱们若快些，能抢在前头。实地下午种完，明早我带你们去竹林，嫩笋挑出来，卖不动就晒干。要是能碰见竹筍就更好了，炖汤能提价。木耳竹笋看运气，雨后蘑菇倒多，捡回来别堆着，坏得快。我去河边下笼，再看兔套。山里水里，总得有一样给咱面子。姐，你看那边，别碰坏了。这比冬里的还嫩。收拾回家，爹娘下地也该回来了。好香！我在河边空手回来，造房倒先立功。竹荪别见大火，留一半阴干，明日问价。我已经分好了，嫩的是汤，完整的晾干，碎的磨粉调味。我明日给你们做个透风架，免得潮坏。这味道比冬笋轻，胜在嫩。若送城里，不能压过夜。明早挑好的走，剩下晒干。春货卖的是一个枣字，那我明早去借板车。不用多，一车嫩笋，一篮竹荪，再带2包汤料，先让掌柜试，不急着堆货。我今晚把浅蓝边磨顺，竹荪怕压。姐，春天刚来，账本也能重新开一页了。别只顾找稀罕，路滑，篮子也要浅。我跟着护路。娘，下午我和姐姐还捡到春竹荪，已经晾在后窗。春天也有，那明天一亮就去，多找些。娘，姐，这边一小棚。好，加上昨日的，能凑1斤半。你们演戏比我会找。你会背。先坐下喘口气。我能喘，篮子可不能喘坏。明日挑好的去城里试驾，卖得好就接着送，卖不跳就筛干。我推车，货和人都护住。这次你去，掌柜、价钱、路口都要自己认。我记得住。记不住就问。做买卖不是逞强，是把话说清，把钱数清，把货看清。娘，我在旁边站着，他要忘了我提醒。你少插嘴。掌柜问价，让招行打。
这是酸笋菌汤料，给同盛掌柜尝鲜，你不用急着降价，先让他尝味。姐，我要是说错话呢？说错一句不可怕，仗几错才可怕。放心，我嘴快，他账准，咱俩合起来不亏。竹笋整朵按品相谈，碎的别白送，可以搭汤料。春笋若压价太狠，就拉回来晒笋干。走吧，去认路。娘，师弟今日收尾，地里暂时不急，后山蘑菇正嫩，不如您带赵宁多采些，晒干能存，冬里能卖也能吃。可不是这个理，冬日吃食寡淡，这些山货存起来可都是值钱好物。昭宁，这是香椿，味儿冲，我闻着头疼。焯水拌盐油或切碎摊蛋，正适合早食，摘些回去试。娘，这边好多，是真蘑，快捡，太阳一高就不嫩了。城里怎么样？200来斤春笋，同盛全要1斤10文。掌柜还问明日能不能送香椿30斤，1斤8文；荠菜10斤，3文1斤。汤料也是了，一共245文。掌柜说下回直接按小包收。这么看，算是稳住订单了。下午我带昭宁、昭和采摘香椿、荠菜，燕之在家晾晒蘑菇，整理竹松。老头子和行川去荒坡翻土。娘，我这才刚回来呢。水喝完便动身。大叶单独放，小芽卖相更好，别混在一处。荠菜另外装，回去先冲掉泥土，再摊开控水晾干。先晾气，再晒干，不然中间要坏。顾家还真打算开垦这块宝地，纯属费力不讨好。讨不讨好，咱们秋后再看。今日先开出这一窍，明日接着再来。这几日春笋、香椿、荠菜和汤料一共卖了1两银子，又620文。春天开头就进让3两6乔20文，零头分给2房贴补，3两整银买猪仔。买猪仔3两够。顾老栓家2只小猪，1只1两半，熟人家外村买还得加钱。明日接猪仔，兄弟合伙养1只，老宅养1只。今日猪圈彻底翻新。我去铲。你碗里还有半个馍，馍也不能浪费，吃完再去。围栏再高半尺，小猪会钻。我就不信2只小猪还能越狱。别小看它们，会吃会拱会叫，一样不落。姐，那是不是枣树？像，树不大，若能带土移回院里，秋天可晒枣，也能做糕。海棠枣糕，听着就好卖。先问爹娘，活了才算。娘，我们在后山看见2棵小野枣树，想问能不能移1棵回来。多大？树干这么粗，根边土松。老树动不得，小树倒能试。先别挖，等你爹看。眼下树叶刚动，小树容易活。明日我去看，若合适，挑阴天带土托挖回来。心愿东墙角向阳，我明少先挖坑。那以后糕里真能放自家的枣。树活了再惦记吃。猪仔来了也能吃咱家的菜叶，所以菜芹、猪圈、枣树都得安排好。灶上用油、用谷、用枣、用菜，往后都从院里一点点。明日先挖坑。成不成，就看这几日能不能缓过来。陆燕之在家吗？婶子有急活求你。孙婶儿，您说。我家大儿求后成亲，新房缺撑场面的物件，2个陪嫁大石钵，1张炕桌，1张长桌，4条板凳，再打1辆轻便小推之车。木料我出，20日交齐，一共1两5钱。成，赵家闺女添庄那对食盒就是你做的吧？村里都夸盖子严，提着不晃。燕之接大活，这20日守木料。老头子行川荒坡不能停。昭宁、昭和做端午糕、酱包和香包，同盛那边催得忙。灶上和账上交给我们，香包不编我来分色，别让口味和香料混了。孙婶家的活只差上蜡。爹，荒坡那边如何？大石头清掉不少，
今年先种黄豆、绿豆养土，等猪肥、鸡鸭粪攒起来，明年地就松。豆子能磨浆，豆渣喂猪，豆叶还田，一样不浪费，这才叫会过日子。哥交完货，我跟他去山里背黑浮土，还有木料也得备，别以后有人下单，咱家没料。明日我先把剩下的小推车装好，后日交货。我把端午香包先做3种价，普通的3文，带雨坠的5文，配酱包一起卖，都记进账。银子要赚，名声也要稳。明日继续备料，谁手上的活都别断。端午不远了，竹篮、小食盒、艾草包、酱包、糕点全都要备。酱包布套我和昭和改过了，比上回整齐，红边酸辣，青边菌香，薄荷野菊都能配艾草做香包，醒神防蚊，比单卖艾草贵1文。好，先试一批。二木叔家起新房，过2日动工。去年咱家修造屋，人家出了力，胭脂行川去还人情。挖根基搬砖我去，木架门框我帮着看，少让他们花冤枉钱。乡里人情欠了要还，帮了也别挂嘴上。胭脂，这手艺摆进新房，亲家挑不出刺儿。婶子满意就好。行川，绑车。这食盒做的周正，桌腿也稳，比镇上木匠实在。改明我家办喜事儿也找胭脂。哥，听见没？你成村里招牌了。看路，别把招牌摔沟里。胭脂这线拉的直，省我不少心。房子要住几10年，根基不能歪。嫂子来了，我就安心了。嫂子，悄悄问一句，你们家现在算分家还是没分？半分家不分户，农忙合伙种地，东闲小院自己开火，外头挣的钱交公4成，自留6成。这法子好，家不散，小辈也有奔头。法子好不好，看人心齐不齐。二木媳妇儿问半分家的事儿，我看以后真有人学。日子是自家过的，别人怎么学不打紧。咱们先把自家事做好。钱分明，人情还清，火也分清，家里才不乱。你是真把账算到人心里去了。娘，爹又去荒坡啦。苗青不看，他心里不踏实。你们小院那头猪喂了吗？喂了，一筐猪草，半盆豆发，转眼就吃光了。他吃的比邢川还认真。我可没拱食草。骨头晒脆，鱼刺虾壳磨粉，能补的都给猪补。端午快到了，艾草也要割了。艾草扎成小把，配上薄荷野菊做香包，肯定很好卖。不是下地看苗情去了？兔子哪来的？胭脂眼神尖，行川手准。今晚咱们全家开荤，一只炖鲜肉吃，一只抹盐熏干存着。骨头也别扔，熬汤之后晒干磨粉，还能拿来喂猪，不浪费。娘，艾草是明早现砍吗？天刚亮就去，带着露水的艾草才最新鲜念，割完直接装车，一早去集市抢街口好位置。我明日绝不赖床。你若是敢赖床，我就让你抱着艾草跑着去集市。那我今晚鞋都不脱，直接躺着等天亮。红边带装酸辣口味，青边装巨香口味，黄边未必听讲解，咱们用颜色区分，让颜色替咱们说话，更好分辨。我明日重新写一块价目牌，把字写大些，客人一眼就能看清。我再在牌子上画个小爱着喜欢，也容易记住。好，就这么安排。明日赶集，谁都别慌乱，钱款过手立刻记账，货物出摊及时清点，稳稳胆胆做生意。今日抢占集市路口黄金位置，大家动作都麻利点，别拖沓。娘，车子还没到集市，我嗓子已经提前醒了，保证吆喝到位。普通香包摆前面引流，带雨坠的精致香包挂在高处显眼位置，小孩子一眼看到就喜欢。酱包怕晒，待会儿摆摊要放在阴凉处摆放，避免变质。就这个位置，快，赶紧摆摊。新鲜艾草2文1把，驱蚊醒神香包，手工竹石兰，带回家正好装端午粽子嘞。这里面都装的什么料料？都是我们自家晾晒的艾草、薄荷和野菊，天然驱蚊醒神。普通香包3文1个，带实木挂坠的5文1个，挂床边挂1斤都好看。那给我拿2个带坠的。你们这粗粮糕口感不噎人，艾彩清香淡雅不冲鼻，品相味道都绝佳。糕点我给1两半价钱，酱包、香包统算1两，合计2两半银子。多谢掌柜抬爱。若是您后2日仍有需求，我们可按今日口味标准及时补货。那就补20盒艾草糕，10捆酱包，明日午前务必送到。好，账目和订单我都记下了，准时送达。娘，同盛食铺结了2两半银子，还追加了明日的补货订单，
钱款先妥善收好。燕之、邢川留守看摊，我带你们姐妹2人去采购肉料布布。娘放心，今日摊位吆喝，手摊全包在我身上，保证卖到收尾。顾嫂子，五花肉、大骨头加下水，一共26文。下水再添半副，骨头别拿空心的糊弄我。行，给您多添，保准实在。娘，后续做香包、包货都用得上布底线材，我想多采购一些囤着备用。该花钱的地方就大胆买。开始盘账，昭宁，你们先逐一报数。同盛食铺净收入1两9钱，珠穆小件售卖共680文，香包、艾草、酱包合计365文。单单今日现钱收入1两45文，算上食铺尾款和后2日补货订单，这个端午营生将近4两银子。节气旺季，生意红火，不能当成日常常态。明日依旧照常下地劳作，按时补货，不能懈怠。没错，钱财进账，人心不能浮作，稳得住才能长久挣钱。明日优先按照掌柜订单备货补货，不盲目多囤货物，避免积压损耗。稳扎稳打，踏踏实实，方能守住生计，迎来下一次商机。沟里水都满了。姐，明日和娘去山上看看吧，下了雨，蘑菇肯定冒得快。若碰见木耳，凉拌、熬汤都好。雨后蘑菇少不了，木耳看运气。你们眼神细，多爱些，多捡些，别摘不认得的。我去河边下笼。雨后路滑，谁去都早去早回。腐叶厚的地方蘑菇多，品相好的单独放，别和自家吃的混。挑好的送同盛，刺一些晒干，碎的磨粉吊汤。娘这边是真磨，快剪，太阳一高就不嫩了。木耳，小的留着，过2日再来。会留根，山才肯养人。今日鱼笼有小虾，我多下几个，晒干煮粥提鲜，不费油。雨下得好，地里草也疯长，明日得拔，别跟苗抢水肥。蘑菇今晚摊开，明早见太阳再晒。木耳用线穿起来挂阴处。我来分品性，送食铺的单放。我编几张晒席，省得都堆在竹晒上。小虾晒干，蘑菇晒干，木耳也能存。雨后这几天不能懒。还有猪草，雨后嫩草多，割回来切碎拌豆沙，小猪吃得香。那我把猪草、蘑菇、木耳分3个篮，陪我把猪草洗进灶房。我明嫂先去河边收笼，再割猪草，回来边晒席。我去地里拔草，午后回来翻晒货。送食铺的木耳别太老，留些嫩的做凉拌小样。活儿多，说明有盼头。兔子，运气上门，别嚷，快回！姐，你这脚比邢川准。3、4斤重，皮还完整，冬天能做护手桶。燕之，吃过饭把兔子收拾了，一半炖，一半熏。大嫂，晚上我也去河边看看，若有大鱼，咱们再添菜。我去看几个套，兴许还有。我跟你一起。别贪多，天黑前回来。知道，银子重要，人更重要。爹，您这手艺没丢。哼，少平，看下一处。哼，活的。活伤比死肉值钱，得赶紧回去。这么大一只，城里富户肯出价。鱼龙也有货，哎呦，这哪是野物，这是会喘气儿的银子。让邢川跑进县城，先问同盛掌柜，价不合适再去北街富户。邢川腿快，嘴也活，价合适就卖，别逞强，安全第一。若有人问来路，就说自家套子收的，别多讲。明白。这回若卖成，邢川的嘴也算能入账了。鱼炖豆腐、兔肉红烧，野鸡用松枝熏，放得住。熏好的单独挂高，别让猫叼了。昭和，去豆腐房换2块豆腐。我顺便问问豆渣还有没有，猪也等着。娘，哥，我回来了。
路上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还卖了好价，按净肉算700-800文差不多。哥，你算少了。北捷周管家给1两银子，还说以后有活野货先送府上。1两，跑一趟县城，还是家里饭香。今日跑腿辛苦，这10文留着零花。谢谢娘。宫中4成，剩下是燕之小家的山货野味进项，收好。宫中先分清，我再收。日子好起来，最怕人心散。爹，村里谁家又闹了？福家老3要成亲，老大老2媳妇怕吃亏，闹着分家。一家人若只盯着谁多吃一口，日子迟早吵散。咱家分的是账，不分的是心。亲姐妹做妯娌，婆婆又明理，比银子还难得。爹娘放心，顾家不学外人，谁敢乱，我第一个把算盘踏他面前，算到他服。你先把饭吃干净。规矩不是摆给外人看的，是给自家遇事时用的。以后钱多了，活多了，更要按这个来。宫中账每月1核，2房账也各自留底。我和昭和记小货，食铺和采买，月底交娘过目。好，账清了，话就少一半。灯也亮，账也亮，家就亮。哥，家里就你一个。娘带昭宁、昭和去找薄荷、金银荒熬消暑鼠凉肠，给爹送去。鱼一会儿让你嫂子收拾，炸酥或做鱼酱都行。下午给爹送饭时带上。地的草除了差不多，我还攒了份肥，下午问爹要不要猪蹄。去看看前几日下的陷阱。好嘞，若有野味，再给爹添补。哎，有货！有货！娘，我们回来了。野鸡毛色真亮，野鸡慢炖，盛一碗给你爹送去。兔子一半红烧，一半风干。娘，这羽毛能不能留下？洗净晒干，配木坠做发饰，孩子和姑娘都喜欢。肉归锅，毛归你，别弄得满院飞。羽毛先用热水洗，再晒透，不许带腥味儿。我知道，长羽做发饰，短羽配香包，碎羽就不要了，免得显脏。若做成礼盒、食盒、糕点、香包、羽坠，能配一套，孩子满月、姑娘添妆都能送。那食盒内格也要改，小糕和香包不能挤在一起。我负责吆喝，就说一盒有吃有香，还有好彩头。别吹过头，东西先坐稳。下回赶集试一卦。我屋里还收着野鸡毛，一会儿全拿给昭和。昭和，脸怎么白了？没事，可能灶火熏的。别硬喝，先缓缓，喝口糖水顺顺。你们最近是不是又熬夜调酱、缝包布，饭也没好好吃？忙起来，胃口乱了些。娘，不用这么急。走，去何郎中那儿，身子不是小事。何老中，怎样？不是急症，是脾胃枯虚，劳累过度，灶上烟火熏，夜里又熬，得养半月。真没大碍。脉象上稳，不必重药，回去清淡温补，少熬夜，久提水，烟火重的都避一避。劳您开些温养的方子，方子开最稳的，钱不省。下午何郎中看过了，昭宁昭和不是病重，是熬夜劳累伤了脾胃，得养半月。怎么不早说？我以为歇一歇就好。从今日起，提水、搬货、洗大件、烟火重的活儿，你们兄弟来，他们坐着调方、记账，做轻活儿。娘说的对，灶房烟大的活儿我来。我明早多下鱼篓，
再去山上看看套子，给嫂子们补身子。我们能做些轻活，不能真闲着。谁让你们闲了？方子和账本离不开你们，但身子先养回来。都记下了，明日便各司其职，家里的活计总得有人担着。同盛那边还有供货，我去送，你写清单，我搬货，嫂子们只管做着验数。先吃，明天的事儿，明天我来扛。趁热吃，往后每日早上你们一人一个鸡蛋。娘，鸡蛋太金贵了，现在你们身子最金贵，鸡蛋先不换钱，都留着补你们。鸭蛋我也腌上，等蛋黄冒油再吃。娘，你也喝。我喝锅底，你们先把这一碗喝干净。我们吃这个就行，你们这阵子一个人顶几个人的活，先补回来。星川，吃过饭给你爹送兔肉，顺口说姐妹要养身子，别让她担心。送完饭，我顺道卖木雕竹器，能卖多少是多少。卖完买1斤五花肉回来，再烧几根大骨。骨汤慢熬，养胃也养气。骨头熬完还能晒干磨粉。明白，肉给人，骨头给汤，渣给猪。你这账倒学得快。穷家过日子，连骨头都要安排明白。等这2批包布和酱料换了钱，咱们再做2样大的。别总让家里为我们省，先把身子养好，再接大班。若人倒了，方子再好也没用。我拿这些去卖，换肉骨。嫂子们还有什么要烧的？碎布，若便宜就买些。再问同盛掌柜，明后日的供货能否晚半日？我们要把味道稳住。我去说，你只管先把身子养好，告诉我供货的方子，我帮忙做着给同盛掌柜供货。姐，他们对我们真好，等我们身体好了，我们再接单真正大的。娘，先到檐下坐，别急着说话。山坳里碰见山楂野梨，酸里带甜，给你们开胃。这下嘴里都醒了。娘，你也吃。我在山上吃过，楼底还有野菇，挑干净汤给你们养胃，也给你爹留一碗。河沟里小鱼不多，河下半蓝，水草边有大鱼蹭过的痕迹。小鱼小虾晒干提鲜，晚饭炖1条。那只野兔先别动，等你爹从喝迪轮一回来再做。我和朝阳给同盛做的2批酱包快收尾了，明日想拿去细试价，顺路买软布做绿汤带和护腕。该买就买，你们身子也不能操，调一阵料就起身走动，别再把胃累空。我们记下了，今日只收尾，不熬夜。楼口再收紧些，别让鱼蹭下就跑。我回去换新绳，明早再来，一定能看出门道。大哥，我回来了，钥匙食盒送到河堤了，爹喝的直说舒坦。竹器、酱包、香草包，一共卖350文。买盐、醋、粗糖花29文，剩321盐。宫中4成128文，余下2房收。后山套子边有新刨痕，东西没进篓就跑了。我今晚重做篓口和绳结，明早再去。明日我把酱包送10铺，你们去看套子，两边都别耽误。好，今晚吃河鲜野菇，明日看山里给不给新收成。同盛要看的货赶出来了，今日正逢大吉，想拿去试价。竹篮、香草包、布套也带上，看看哪样最好走。买软布做绿带护腕，再割肉买大骨，你爹回来全家补一补。我走外天挡人，我推差路，谁也碰不了嫂嫂们的篮子。星川，你守摊儿，我陪昭宁、昭和去同盛交货。顾家2位小娘子来了，上回酱香把后厨都勾馋了，咸甜有层次，糕也不粘牙。这2批按家等供货价收，酱包3两，糕点4两，共7两。秦掌柜给价厚道，下一批我们按您店里的时辰供。只要滋味稳，中份食盒、席面点心我都收，量越稳，价越好。只要滋味稳，中份食盒、席面点心我都收，量越稳，价越好。这卷做绿汤带和护腕，掌柜，
这些边角料可卖，做食盒衬布、小香袋正合用。好料裁下来的边，10文2大捆。掌柜压价没有？没压，还给了假藤甲。先别嚷，星川，你去肉市买大骨、五花和板油，价合适就拿。老板，这几根大骨和那条五花我全要，板油有干净的吗？连肉带骨带板油，70文。再添半副下水，我下回还来您这儿。爹这会儿多半已经回家等肉味了，一进门准问锅里炖什么。你先别说凄凉，免得爹筷子都拿不稳。回去先盘账，再开锅。娘，我们回来了。爹，您也回来了。路上可顺？可有人欺声压价？顺得很，五花、板油、大骨都有。今晚给爹熬汤。同盛按价等价收了酱包和糕点，7两银子，扣掉买布买肉，还净剩6两300来文。摊上竹篮、香草包和布套卖了420文，钱收好。昭宁昭和今日立功，燕至行川去挖嫩笋，昭宁洗菜，昭和记账看汤火。老头子，你今日坐着说说河堤上的事儿。我还没老到只会做，那你今日干脆就老一回。姐，汤开了，转小火，骨香要慢慢调。这顿饭，一给你爹接风，二告诉大家两桩好事。何郎中说昭宁昭和脾胃养得见寝色，只要别熬坏，能慢慢补回来。同盛也愿意每旬固定收咱们的酱包点心。好，人能养回来，灶上的路也能走起来。以后供货日子我帮你排，不能再挤到夜里。我负责送，谁催我替嫂子挡。你别把掌柜吓跑就行。爹，我下的套子总被东西蹭开，有印子却收不到。看套子不能只看洞口，要看脚印深浅，粪便新秀，还要摸它常走哪条草线。明日我带你们进山。您才回来，多歇2日吧。歇2日就够。河堤那活重，窝棚里蚊虫能把人啃醒。林五叔家的老三被滚石砸了腿，秋后还要成亲，若落下毛病，婚事怕悬。没出五俗的同宗不能干看着，明日捡20个鸡蛋，再包些红糖，你带去瞧瞧。能帮一把是一把。我带东西去林武家看看。到了先看人腿伤，别光顾着说话。我和邢春先去河边下楼，改了楼口，看看能不能多收鱼虾。下完追爹去林家。坐久了就起来走2步。缝完这一条边就起。娘，爹和邢川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送东西不该耽搁到这会儿。林家那边怕是真闹出事了。人家老三腿伤如何？半道听人往林五叔家跑，说女方娘家到了，屋里吵得厉害。爹，到底怎么了？郎中说伤筋动骨，养几个月能走。可林家老大老二那2个媳妇儿当着女方爹娘说凉话，说老三往后是累赘，谁嫁谁倒霉。这不是逼人退婚吗？女方爹娘脸都变了，他们还说不成亲正好，给老三盖屋的木料钻石都能分给他们儿子。林武气得手抖，老三躺床上听着，伤口差点又裂。为了几根木头几块砖，亲情脸面全扔了。女方要个明白交代，不然不嫁，我们外人难断，只能先回来。那老三明明是伤了腿，又不是没了人品，他们这样说，叫女方怎么放心把女儿嫁过去？我当时真想回他们2句，老三躺在床上，脸白得跟纸一样，还得听亲嫂子骂自己拖累人，所以我拦着你。别人家屋里，外人能劝，不能替人断。娘放心，顾家不会有这种话，更不会让该养伤的人被逼着听这些话。别人家的事儿操心也没用，自家饭还得做。昭宁拿豆腐，昭和摘青菜，我抱柴。老头子，你们去地里快去快回。姐，幸好我们在顾家，所以更要把顾家的规矩守好。穷一点不怕，心坏了才真没路。
娘，你看这菜长得也太快了，光靠咱们家里几口人吃，实在是赶不上。黄瓜豆角再放2天，可就老得咬不动了。不如趁这几日日头毒，晒上些菜干，再腌2坛子酱菜，等到冬日开食摊儿，手里也能多些底味，不是？想得周到，是这个理儿。等明日就清晨洗菜，切条焯水，摊开晒，先做上一大批存着。晒菜干我让行舟抽空编几个眼儿疏些的，透风才不容易发潮发霉。咱们晒好的菜干分咸口淡口，腌的酱菜分出辣口和原味，来往赶路的脚夫挑选起来也方便些。哎呦，你这小脑瓜可太灵光了！才刚瞧见满园青菜，转眼就盘算好货怎么卖喽。那新开的14亩荒地，地力薄得很。下午弟兄俩往林子边上挖些腐日黑土，回来混上农家粪肥，先给地里铺一层底肥，养养地力。爹说的没错，先把地养肥沃了，才能囤住粮食。那我晌午多领2只竹筐去。粪肥虽说难闻了些，可土地就爱吃这东西，养分足着呢。你少耍嘴皮子贫嘴，到山里多挖些，筐里尽量装满。昭宁昭和，外头日头毒得很，你们俩快回屋躺一会儿歇歇，我等下拎上镰刀去后坡割猪草，顺路再瞧瞧地里有没有新鲜野菜。娘，外头太阳这么毒辣，可别现在去，等日头弱些，我和昭和一同去割就好啦。你们俩要是真心想搭把手，就把灶房里的活计多上心照看妥当。姐，咱们中午拌一盘酸辣黄瓜解腻，再煮一锅薄荷绿豆汤，爹和2位哥哥下店回来喝着刚好解暑呀。姐，这几日天热得慌，人人都没什么胃口，咱们拌一盘酸辣小菜，再熬上一锅么绿豆回来，喝着正好解乏消暑呢。绿豆汤得慢火细细熬透，煮好之后拎去井边，用井水置上半场，喝到嘴里才透心清凉，一点不发闷。姐，咱们这凉菜要是再多搁点蒜末提味儿，味道更好，往后赶集摆摊拿去卖，应该也能成。先给家里试味，卖给外头，盐醋比例要再稳。回去，今日没有你的酸辣菜。娘，肩膀都压红了，您再不回来，我真要去找了。割草走深了些，碰见一棵野皮树，熟的全捡回来了。娘快坐，晚饭我们来，您只管喝汤。这个好，热天能开胃，晚饭就交给你们。娘、大嫂、小何，快来看鱼篓里收着什么！这壳快赶上小锅盖了。城里有钱人认这个，怕是能换不少银钱。先清水养一夜，明早让邢川送县城问价，卖得好就换钱，没人要就自家炖了补身。先找后街周转世，他管席面采买，路子宽，不成再问通情秦掌柜。就这么办，明日嘴甜些，别露怯。小鱼小虾晒干，最大的鲤鱼今晚炖豆腐。娘，我去。豆腐送了盆豆渣，猪也有口福。你现在买菜比从前会算多了。跟着你们混，连豆渣都知道不能白丢。明日下午把腐土、草灰和粪灵拌匀，先给荒地上第一遍肥，地养起来，后头凉菜才靠得住。明日甲鱼若卖上价，咱添点什么？肉、油，还是给大嫂和小何买药材？钱到手再说，明日一样少不了。甲鱼若能走高价，往后鱼虾木耳都要分等级。好货走采买，寻常货进家常锅。我做2块分级木牌，省得忙时混。那我把账也分2栏，一榜写家用，一榜写采买货。若主管是真收，以后我送货时带小样，别空手去。记住，富户嘴刁，东西宁少勿杂。你若把次货混进去，人家一次不说，第2次就不让你进门。还有路上安全，甲鱼值钱，别在人多处掀开给人看。我用草帘盖严，到了后门再开。先睡。明日谁都不许误时辰。
行川，路上仔细，不管谁收甲鱼，这筐好木耳当人情货送些，交好采买门路，比一回多卖10文要紧。娘放心，先礼后价，早去早回。周掌柜不收也别硬推，原样拉回来，自家清炖也不亏。木耳只给家等货，次品别混，口碑比这一次银子重。都记着。这味儿要命！我那半幅麻布再放院里，怕是能腌出粪香。娘，快坐。你爹和燕之在拌肥，你们没过去是对的。郎中文件都得再开2副鸭精汤。燕之早晨就叮嘱了，让我和昭和别靠近院角。针脚齐，配色也干净，食盒一垫上，立刻像正经铺子。娘，若咱们想买一辆能拉货的牛车，到底要攒多少？别急，咱们慢慢攒，总会有的。耕牛少说15两，车架、犁具、铁件、绳索还得1两。想买壮实的，20两都未必宽裕。数目不小。同盛每旬收获，行川跑山卖野味，燕之做食盒器具，我们再晒菜干做酱包，明年迁回来，行不行？牛车是大事，也是好事，能耕地，能送食盒，全家拧成一股绳儿。明年说什么也要让车轮声响在咱家院里。那我从今日起给牛车另开一页账，每笔营书先留1成进牛车账。成，别动应急钱，慢慢攒。爹娘，大哥大嫂，小何，我回来了。这是什么味儿？我卖甲鱼都这么惊心动魄。好啊，都躲这边吃香喝辣不喊我，害我在旧院对着空院子喊，还差点被臭味送走。院角拌肥味道太冲，娘怕熏坏不合酱料，就带大家来新院做饭。回来的正好，洗手，就等你动筷子。4两，整整4两，周管之当场点给我的。2只甲鱼卖4两。周短这还说，以后这种上等野味只管送去。那筐木耳也看中了，只收顶好的，次品别糊弄。这话在理，往后宁可少，也不能草背。老规矩，宫中4成，身下2房收。还有一件事，牛车账从今日立起来。牛具差不多20两，真买上，耕地省力，送货也稳。我明日起留意谁家有合适的。家里还不到10两，不能掏空。昭宁、昭和身子刚养回来，应急钱必须留。要买就买得稳。下半年我多做食盒木器，行川多跑山路县城，昭宁、昭和靓丽做酱料点心。年底前咱们攒牛车。我来进车账，牛车账单独放，每回大进项先抽1成，谁也不许临时挪。应急钱、供货本钱、牛车钱3样分开，账带颜色也分开。买牛不是为了撑面子，是为了少让人肩背手推，将来送食盒去县城，赶雨赶雪都能稳些。有牛车，我跑县城能多带1倍货，荒坡翻地也省力，人省下来才能做更多细活。没有攒不够的钱，只有不肯跑的腿。就这么定，明年春天让咱家院里听见牛铃和车轱辘声。听着像林武。您兄弟嫂子，我就不进屋了，怕把晦气带进你们饭桌。有事直说，能帮肯定帮。先进来吃口热的。我想了一夜，这家不能再这么揉成一团。今日上午正式分家，想请你和李芳过去做见证，免得后头谁又翻旧账。你先回去稳人，我吃完饭过去。上午我去林武家，地里汉先去挑水浇玉米红薯，别让苗蔫死。我们先浇南边2垄，回来再听您说林家的结果。娘，林武叔家分家，为什么非要请李正和爹做见证？咱们当时自家商量也能过。咱们那叫和气分法，分账不分心。林武家不同，老大老二媳妇儿为了老三腿伤，婚事和盖物料，已经闹得水火不容。养老，老三养伤，婚事补偿，宅几地，口粮都得白纸黑字写明，只靠嘴说，日后兄弟能变仇人。你们没见过，有些人为了半头猪仔1块菜地，当场打得头破血流。家务事最难断，所以家和最要紧。那咱家牛车账也要写清楚。当然，宫中出多少，2房添多少，日后牛车怎么用都得写明，账清了心才不乱。日后小院接食铺大单，是牛车宫中，还是算在小家成本？按趟计，若是公的地里用不另算，若是小家的货用就给宫中添草料钱，不是跟自家人计较，是让每个人心里有数。那我回头画个表，牛车、草料、修车、跑趟全能记。你这小脑袋越来越像掌柜了。我今日就另开一页。你们身子慢慢悔回来了，灶上的生意也有盼头，顾家往后会更热闹，更要把规矩立在前头。快去井边洗脸，再喝凉茶，别晒晕。舒坦，地里简直能把脚底抄勺。昭宁小河用新摘薄荷煮的，
又掉井里震了半日。下午下地得带一壶，不然人要被日头烤干。落日前再浇一遍。玉米和红薯缺水快，今天撑住，明日苗色能缓。娘，晌午饭等爹回来吗？林武家那顿分家饭不好吃，不等了，把饭温锅里，等你爹回来单吃。没吃，林武硬留，我说家里预备了，就回来了。爹，林武叔家到底怎么分？老大老二有没有又闹？林武这回下定心，把老大老二两房正式分出去单过。那腿伤的老三呢？老三留老寨，跟林武两口子一起过，先养腿，再成亲。老大老二能愿意？他们闹来闹去，不就是想把老三挤出去，占老宅和料钱吗？不愿意也得愿意。那腿伤的老三呢？老三留老寨，跟林武两口子一起过，先养腿，再成亲。老大老二能愿意？他们闹来闹去，不就是想把老三挤出去，占老宅和料钱吗？不愿意也得愿意。宅基地让他们自己寻，每房给3两驴扣下，算老两口起步。鸡鸭和老人老了，他们按年给口粮。李正写进文书。老三腿伤一时干不了重活，谁管？郎中说能养好，只是不能立刻下地。这次分家就是补偿。林武当场放话，老两口100年之后，老宅剩下田边料、牲口和家当全归老三。腿伤不是罪，反倒被兄嫂踩一脚，谁心里过得去？女方爹娘脸色这才缓了些。李正也说，既然老三留在老宅尽孝，老宅归他，理说得通。那老大老二媳妇儿没闹？闹了，一个说3两太少，一个说拉磨驴也该分。林武当场把文书一拍，说不愿意就去县衙讲，谁敢不养老，日后族里也不认。他们这才闭嘴。不闭也得闭。李正、族老我都在，白纸黑字按了手印。那成亲的事呢？女方要的交代，还有分家银子，林武叔准备怎么补？老大老二各分3两银出去单过，老三留老宅养腿，老两口100年后宅子和家归老三。女方爹娘总算点了头。分家分的公道，可那2个嫂子的嘴怕是不会停。停不了也得停，亲弟养伤都嫌累赘，将来病了还能指望谁？所以咱家不能学那样，账要分明，但心不能分。好了，别人家的事听明白就行。吃完你们去歇，后头同盛那边还要费脑子。爹，这会儿浇地容易伤苗，我和邢川去河边看看鱼垄，顺便寻些做食盒的细木料。去可以，水壶带满，别成脚力。姐，你怎么把这本书带出来了？不是一直藏在床板底下吗？流放路上，我们在破庙里歇脚，有个老儒生病死了，临死前把这本书塞给我，说他这辈子没能翻的案，兴许有人能接着翻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本书里面夹的空白页，正好能藏住爹留下的2次残页。一路从京城到怀宁，换了多少地方，这张纸都没丢。姐，顾家待我们好，婶子也再养回来。流放路上，我不敢想犯案，只想着怎么让妹妹活过明天。她每一天都在我心里。如今我和昭和活下来了，有了落脚的地方，有了肯护着我们的人，是时候替宋家翻案了，让爹娘在天之灵知道，他们的女儿没有认命。昭和，等身子再好一些，我想去县城查粮房的旧账，同盛请掌柜人毛脉过，或许能问到什么。爹留下的这张纸不能永远藏在书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姐，我不怕。娘，昭宁，你手里那张纸，我方才在窗外听见了一些。你说你父亲查过北境粮仓。娘，我骗了你，我和昭和不是宋家的堂亲，我们是宋怀章的亲生女儿。父亲被诬侵吞军粮，宋家被抄，母亲也死了，我们逃出来，改了身份，才活到今天。我信娘，信顾家，才不想再隐瞒下去。那娘呢？会信我吗？还是会赶我们走？还是去告官？你们嫁进顾家那天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大户人家出来的姑娘，哪怕穿着粗布衣裳，端碗的姿势，走路的步子，切菜的刀法，都和寻常人家不一样。你们说是堂亲，我没多问，谁还没有不愿提的过去？后来你们做酱、调方、记账，一样样摆动得清清楚楚，我就更确定了，你们不是普通罪数，你们是被人害了的好人家的女儿。我认的是你们这个人，不是你们身上背的罪名。你们嫁进顾家，就是顾家的人。娘，您不怕连累顾家？怕，谁不怕？可再怕，也不能看着好人家的女儿被冤枉一辈子。你爹当年查北境粮仓，那是为国做事，若他真是清白的，这个公道就该讨回来。但昭宁，你要记住，翻案不能急，证据要一张一张找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你爹娘的仇要报，可你和昭和的身子也要养。你
你们若倒下了，谁替你爹翻案？娘，我记住了，我会把证据攒够了再动。好，那这张纸你先收好，等时机到了，娘和你们一起想办法。顾家虽穷，可骨头不软。现在先把眼泪擦了，今晚炖了鸡汤。昭和，去灶房帮我看着火。你爹娘若知道你们还活着，还在替他们讨公道，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。娘不赶我们走，她说顾家骨头不软，那我更不能让顾家失望。后山西边捞了个瓜，熟透了，谁也别跟我抢。大嫂，你发什么呆啊？没什么，这瓜真甜，甜就多吃，日子会越来越甜的。嫂子，今天依我看完，咱们去同盛送酸丝肉酱，正好一趟。先把身子看了，别的都是后话。说了多少次账？严家老爷交代过，粮房账册一概不准外借。我是当年经手的人，仓号对不上，粮数也对不上，你们心里没数吗？你们听见了没有？他说仓号对不上。丙字17仓，北境押运3万斤，全对不上。丙字17仓，父亲残页上写的也是这个仓号。别急，记下他的相貌，回头再找。现在追上去，反而引人注意。脉象比上月稳多了，脾胃已回80%，气血也补上来不少。你们底子本来就好，加上顾家照料得当，恢复的比预想快。那能做活了吗？轻活可以，切菜、调方、看账、缝补都无大碍，但重体力、久站、熬夜，还需再养1-2个月，急不得。那嫂子们能继续做酱了？做酱、调料、看火都可以，但身边要有人搭手，别一个人扛。何郎中，您在这县城行医多年，可认得一个年纪大的账房先生，右手缺了一尊小指，穿旧青衫。你说的多半是刘伯，他原是县衙粮房的账房，辞退，10年前出了茶萃，后来一直在城西住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他还在县城？在。你们若有事寻他，去城西老槐树下的巷子口打听便知。不过他性子怪，不爱跟生人多说话。这刘伯就是证人。嫂子，你们的事儿我和大哥都知道了，那个刘伯就是娘说的。先别说，先去同盛送酸笋肉酱，回去再跟爹娘细说。你脸色不大好。没事，是高兴的。走了，去同盛。来得巧，秋收前后赶路人最认这口，酸辣开胃，放得住，正合适。秦掌柜，接下来半日我们姐妹不能久站手灶，只能交方子验味道，出货由家里兄弟来。人要紧，货也要稳，只要味道不变，我照收。还有一事，县粮房要试一批干粮食盒，我可以替你们去。县衙粮房粮军粮押运，若你和耐放，不漏不馊，往后就是棺材路子。这批粮房换了个新主事，比从前为好说话，正到处寻可靠的食盒供应。粮房又是粮房。秦掌柜，这批试用的食盒我们接了，需要什么时候送？3日后，先做30份。若粮房验收过关，后续每月至少300份。3日后，我们准时送到。姐，粮房跟爹的案子有关吗？是刘伯。刘伯，请留步。你们是谁？怎么知道我姓刘？刘伯，我是宋怀章的女儿。您在粮房后巷说丙字17仓对不上，是我父亲当年查过的北境仓号。你是宋大人的女儿，可你不是该在流放路上？我们逃出来了，改换了身份。刘伯，我父亲当年被诬侵吞军粮，我手里有他留下的粮册残页，上面的仓号和您说不上，是同一批不账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明日午时，城西老槐树树下，你1带多的人，别让粮房的人看见。姐，刘伯说的丙字17仓跟残页上写的一模一样。父亲当年查的就是这批账，刘伯是经手人，他一定知道真相。若刘伯愿意作证，再配上这张残页和粮房回日上的仓号，3方能对上，案子就有翻的可能。那还等什么？明日我去城西槐树下守着，谁要是敢动嫂子一根头发，我先把他摁倒。刘伯说了，让我一个人去，你去了反而坏事。那我远远跟着，不靠近。我陪你去到城西口，你在巷口见刘伯，我在外面等。出了事，我至少知道往哪个方向冲。好，明日午时我去见刘伯。姐，你明日一定要小心。我知道，证据就在眼前了，我不会让他再跑掉。
刘伯，你真是宋怀章的女儿，有什么能证明？这是我父亲的字迹，上面写的是丙子17仓，北境押运，正粮3万斤，入库数2万2千斤。是真的，这是宋大人的笔记，我认得。当年那8000斤粮食被严家转手废卖，账上记作途中损耗，所以父亲查到了真相，才被他们无反入狱。宋大人查到一半，严家便篡改仓号，替换经手人，辞退我，还烧毁大半底账。宋大人不甘心，连夜抄下残页带出衙门，可次日就被打入大牢，含冤蒙屈。这些年，我偷偷留存了底账，虽不完整，却能对上3处仓号。我愿为你作证。刘伯，您不怕严家报复吗？我今年67岁，无儿无女，早已无所畏惧。我欠宋大人一个公道，欠了10几年了。刘伯，我替父亲谢您。无需道谢，想要翻案，还需找到粮房当年的入库底单。粮房旧案库要如何进入？旧案库戒备森严，极难进入，唯有关宁食盒供货商才有借口进出粮房后库。粮房正在试一批甘霖食盒，我正是供货商。甚好，你送货之时，留心后库门口架号，丙字17仓这档就在东厢第2排架子上。刘伯愿出面作证，只需找到粮房后库东厢第2排的入库底单，便可翻案。我后日送货时伺机查找。此事太过凶险，粮房乃是衙门重地，绝非寻常后院，万万不可大意。爹，我知晓凶险，但这是洗刷父亲冤屈的唯一机会。我只查找底单，绝不触碰其他物迹，得手便立刻离开。你要去，我们不拦你，但绝不能孤身前往，让燕之陪你送货，在外接应。我陪你去，全程接应。既然心意已决，便周全计划。明日让邢川守在县衙门口，一旦有异动，即刻回府报信。全家与你并肩，从不是你一人孤身扛事。好，后日送货，我入库存找底单，定要查清冤案。你明日要出门吗？还是后日再行动？后日前往粮房，明日在家整理食盒。秦掌柜已订30份货。有件事，我思虑许久，想跟你说一说。什么事？秦掌柜昨日告知我，县学今年秋便增设恩科。他说我自家账清，可前去一试。那你想去试一试吗？从前家境贫寒，抄书教童只为糊口，从未想过科举功名。可此次听闻，我心中动了念，并非贪恋功名，只是若能入县学挂名，日后调档查案，便能名正言顺。你此番抉择，是为了宋家冤案？不全是，我也想知晓自己的上限。你孤身翻案，我不愿只做旁观者，想与你并肩分担。那你明日便去购买笔墨，后日送完食盒，便可安心读书备考。好。待冤案招协，我若有幸考中，咱们的食盒铺子也能挂上书香门第的招牌。那我静静等着，等沉冤得雪，等来日可期。我等你。嫂子，明日到了粮房，你进去之后怎么找？刘伯说就按在东厢第2排架上，我进去后先看货单点货，找机会往后库方向走。进去之后别东张西望，手里拿着送货单，像在找管事签字。万一有人问，就说要找主事盖回郡章。娘想得周全。还有一件事，明日行川赶车，你们3个一起进粮房，不要一个先进一个后进，扎眼。等昭宁往后库走的时候，燕之在粮房前厅拦着管事问下批货的事儿，把人的注意力引过去。声东击西？什么稀不稀的，就是别让人盯着他。姐，小心。放心，我不是去拼命，
是去找一张纸。东乡第2百家。下月初再来送一趟是货，若不出岔子，就签长期契。多谢主事。怎么样？找到了，这是入库户的抄页，原页丙字17仓，正粮3万，入库2万2，加上刘伯的证词和你父亲的残页，3样东西，全了。姐，能翻案了吗？还差一步，地状要把这3样东西送到县衙案上，还要有人作保。秦掌柜愿意作保，明日我去同盛，请他写一封保书。那还有什么难的？明日地状，后日翻案。不能急，先回去跟爹娘商量，地状的日子递给谁，怎么递，一步走错，全盘皆输。昭宁说的对，翻案不是一时气，是一步一步把纸铺稳。这3样东西够地状了。谁去递？递到哪里？秦掌柜答应写保书，他认识县衙刑房的主事，比我们直接递到门上稳当。我明日去请秦掌柜。邢川去，燕之，你明日去买笔墨，把状纸澄清。昭宁，你看着盒子，别写错一处。好。今晚把这碟糕吃了，明日开始全家替你撑腰。不哭，哭完就不哭了，从今以后只做事。邢川，你去县衙递状。我腿快，谁拦我，我先喊冤。别忙，到了县衙门口，先把状纸递给秦掌柜，让他带你进刑房，不要自己冲进去嚷嚷。这丢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嫂子放心，东西在，我在，东西丢，我提头回来。别说晦气话，快去快回。状纸和证据都带齐了？齐了，麻烦通转一声，同盛食铺秦某替人递一份状纸。邢帮主事认得我，宋怀章案10几年前的旧案了，你们怎么翻出这些东西的？主事，我们是宋家旧识，宋大人当年被人诬陷，如今证物都在，只想求一个公道事。主事，这案子牵扯北境粮道，若真有人吞8000军粮，还嫁祸给宋怀章，日后上面查下来，您也担不起。状纸我收了，但这不是小事儿，得报县尊。你们先回去等消息，7日内若有传唤，你们得随叫随到。多谢主事。娘，嫂子，成了，状纸收了。主事说7日内传唤。姐，没事儿，就是腿软了。站住，别蹲。好消息到了，更要站直。邢莽主事说7日内传唤，若是真的传了，嫂子，你怕不怕？怕，但怕也得去。传唤那日，我陪你去。秦掌柜也说，他可以以保人身份一起到场。先不说传唤的事，有件事我想问燕之，你前日说的秋味恩科什么时候考？下月初8。秦掌柜替我报了名。哥，你要去考科组？你什么时候报的名啊？前日没来得及跟你们说。这是好事，家里供你笔墨，你安心读书。我哥少中，咱家就是书香门第了，以后谁敢说咱家是泥腿子？还没考呢，别吹。翻案这事儿不能全压在昭宁一个人身上，我们顾家既然接了这门亲，这事儿就是全家的事。他说要陪我翻案，不只是说说的，不只为功名，更是为了在这个县衙里多一条路。这个人，我当初没嫁错。县尊有令，3日后，宋昭宁、顾燕之、刘伯吉、同盛秦掌柜一并到堂对质。既然官府传召，我们定按时赴堂，不敢延误。3日期限足够，我们即刻着手准备。邢川，今日去知会秦掌柜串唤10日，万万不可耽搁。娘放心，我跑一趟城里，必定把话带到。
我陪昭宁前往城西寻刘伯，请他来家中核对证词。地里秋收迫近，农活不能停下，我带顾行川上午下地忙活。午后你们尽早回家，余下几人把状主证据反复核验，一字不可出错。姐，城西路途不近，我随你们一同前去。行川，今日去请秦掌柜。燕之，你陪昭宁去城西通知刘伯。老头子，地这活不等能。可是县衙的传唤文书已经到顾家啦，3日后便要上堂对质。刘伯，不知您身体可否支撑得住？撑得住，我憋在心里这口气已经等了10余年。刘伯，这么多年劳您记挂我父亲旧事，昭和心里万分感激。不必多礼，你父亲当年待人宽厚，从来没有官架子。此番上堂，还要劳烦您据实作证，还家父一个清白。你看看有没有漏的？全了。丙字实仓，正粮3万，入库2万2，差8千。刘伯证词，父亲残业，粮房抵单，3样都对得上，就差当堂对质了。3日后你们前去县衙，我们在家等候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家中总有热饭。爹，后日嫂子就要上堂了，你说能赢吗？证据够了，证人稳了，剩下的看县尊是不是个明理人。若县尊是个糊涂官呢，那我们就往府衙，不行就按察司，理在咱们这边，就不怕路远。忽然觉得这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爹，骨头比我硬得多。别看了，都背熟了，喝了汤去睡。娘，若明日翻案不成？翻案不是一日之事，你爹当年查这案子查了半年才查出线索，你才花了几个月。明日若不成，回来再想办法。娘，我们当初骗了您，说自己是堂亲，您真的不生气？气过，但后来想明白了，你们在流放路上能活下来就已经拼了命，换了谁都得藏。况且你们嫁进顾家后，偷懒了吗？挑事儿了吗？没有。你们把日子过得比谁都认真，我认的是你们这个人，不是你们身上背的罪。娘，明日不论成败，我都会堂堂正正回来。这就对了，去睡吧。堂下何人？所诉何事？民女宋昭宁，溯源户部主事盐亭驿诬陷先父宋怀章侵吞军粮一案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求县尊明察。宋怀章案已是10余年前的旧案，尔等如何拿到这些证物？草民刘伯，原县衙粮房账房，当年宋大人查北境粮仓时，草民为经手人之一。盐廷玉命人篡改入库地数，将8000斤军粮记为途中损耗。宋大人察觉后被诬下狱。草民秦怀义，同盛10部掌柜，可为宋氏作保。宋怀章案在当年便疑点重重，如今证人证物齐全，望县平重审此案，还宋家清白。3烟部字是17仓之一，入库数与账册记录，入库数腹中损耗，以白宫除俸为一致制。回县尊，粮房旧档已封存多年，需调档核认，但底单与残验、证词3方编号吻合，日期也对得上。本县当堂裁定宋怀章案发回重审，即日起暂撤宋氏罪籍，等候复核。盐廷玉伪账一案，另案追办。草民秦怀义可为宋氏作保，望县重审此案，还宋家清白。多谢县尊。本县当堂裁定宋怀章案发回重审，即日起暂撤宋氏罪籍。宋大人若在天有灵，该安心了。刘伯，您的恩情，我宋昭宁记一辈子。宋娘子，往后还做不做食盒生意？做，不但做，还要做得更好。秦掌柜，您是我们的贵人。胭脂，我父亲真的清白了吗？还差复核文书，但县尊已经当堂裁了。昭宁，你做到了。回家，娘还在等我们。撤了，县尊当堂裁的。
吃了，翻案了是好事儿，但身子不能垮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不再是罪级了，堂堂正正站直了做人。到了县城，先找秦掌柜，他给你安排了住处。考场上别慌，会写的先写，不会的跳过去，回头再补。娘，您比我还紧张。废话，你是我儿子，我不紧张谁紧张？饿了垫一口，考3天，别空着肚子打拳。等我回来。等你回来。赵宁虽然没有来，他在家看灶，但我知道他在等我。粮车留下，人可以走。这车是县衙粮房的官守石河，拦官粮是什么罪？你们想清楚了。哼，一个推车的也敢唬人，看去！石河一个没坏，小伙子好身手啊！练过几年，先赶路吧，天黑前得到驿站。路上遇上劫匪了，怎么衣服都破了？这小哥一个人挡了，要不然我们这趟就交代在山路上了。押粮人顾行川护粮有功，遇匪不退。主事过奖了，石河没洒就行。你受伤了？没有没有，蹭破点皮，路上碰到几个不长眼的，让我撵跑了。粮房回运上给我批了一行字：押粮人护粮有功，遇匪不退。在这儿一个角都没皱。行，这一笔往后也是你立身的凭据。什么声音？南坡村顾延之，秋为恩科重士，名列县学第8，县尊特授生源功名。还有一事，县衙粮房官事实和事功合格，即日起签长期契书。另有押粮人顾行川护粮有功，县衙嘉奖纹银5两，记入粮道名册。姐，燕之哥中了，他真的中了。行川，去县学接你哥回来。我回来了。第8名，不错。你就不怕我考不上？不怕，考不上你就回来做石河，反正你做的石河比你的字好看。中了也不许飘，去洗把脸，饭好了。宋昭宁接旨，宋怀章案复啥已清，宋怀章无侵粮之罪，罪即撤销，家眷准归粮籍，严氏伪账案另案追办。姐，我们不是罪级了。我们不是了。都别哭了，今日是双喜，燕之中了，顾家棺材迁了，宋家清白回来了，吃全吃光，不许剩。明天我就把顾家石字造的招牌挂出来。年初说要听见车轮声，今日听见了。爹，以后送官石河，我来赶车，你先把车赶稳了再吹。姐，顾家真的走到这一步了。还要往前走。累了就换人。不累。今日这锅，我想亲手收口。你的字果然比石河差点。石河是你管的，字归我管。
先给开凿的人。这一路，多谢爹娘护着我们。一家人不说外话。以后顾家有书案，也有灶案，还有车马和粮道，还有好多好多食盒。爹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宋家的清白回来了，而且我们有了自己的灶，自己的招牌，自己的家。姐，下一锅做什么？下一锅做桂花糕吧。秋天到了，让这个家的日子从头甜到尾。